Hello，大家好。近1年来，加拿大乡村和远郊地区的房产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销售。过去乡村房产呢都属于冷门房产，随着新冠疫情的2次大爆发，住在城里的人们开始羡慕住在远郊和乡村的人，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生活空间，这促使这些乡村大房子的需求迅速增加。可能只需要花市中心一套公寓的钱，就能在郊区或者是乡村买一个独立屋，可能还有很大的院子。乡村和郊区的这种房子看上去很美好，有山有水，还有树林，而且呢价格还很便宜。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既然这些乡村和远郊地区的房产如此令人神往，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房主还愿意出售？这些卖房的都是什么人？买这一类房产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疫情爆发1年来，加拿大的房产市场风向变了，更多的人把目光转向了乡村和郊区的独立屋，而且呢，这些房产特别抢手。很多买房的人都有紧迫感，觉得越早下手越好。由于在家工作和在家上网课，居住的地段就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根据诺纳斯和安大略房地产研究会研究，在安大略 26% 的人认为他们目前的住所不太符合疫情条件下的生活。现在他们的需求变了，在他们的需求清单呢，一般都增加了3点：一是2个成年人可以在家办公的空间；二是为孩子提供单独的网络教育空间；三是家庭健身和室外活动空间。这3点需求影响买家找房子的偏好。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房子呢仅仅是解决工作、上学、吃饭和睡觉，这些呢已经远远不够。据说这种变化呢还导致很多的开发商都在考虑在今后的项目中扩大公寓的面积。这样的公寓呢可能比购买一套又老又旧的普通平房更具有竞争力。再说了，也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独立屋，就即便是有些人能够买得起独立屋，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承担房产维护、修剪草坪、冬天铲雪、秋天扫落叶。开发商如果开发出更多的30甚至40的公寓，可能就会受到他们的欢迎。疫情爆发前，很多人喜欢住在人口密度高的社区，这样的社区像地铁、学校、商场等生活设施步行就能到达。各个省的疫情病例统计数据都能显示出，在疫情爆发期间，高密度的社区反而比郊区更安全。城市的人均感染数远远低于郊区。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下决心找一个郊区或者是乡村更大的房子，因为他们相信疫情可能长期存在，相信郊区或者是乡村的房产居住起来更舒适、更安全，最关键的是价格呢也更容易负担。现在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如果郊区或者是乡村的房屋如此抢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房主愿意出售？调查发现，疫情期间卖郊区或者是乡村房产的人呢，主要是那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加拿大，婴儿潮一代呢，指的是1946年到1965年出生的人。现在他们的年纪大概在50岁到60多岁之间。苏富比的报告说，婴儿潮一代在加拿大一共有960万人，占加拿大人口的近30%。这些婴儿潮一代，很多人呢都喜欢把退休积蓄用在房地产投资上。在疫情爆发之后，他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房地产市场。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梭哈套现离场的绝佳时机。下一次再有这么火爆的房产市场，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了。而且呢，还有那么多人参与抢 offer， 这样呢，买方往往能给出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还要啥自行车？果断出清。对于郊区和乡村的房产，来自城市的买家呢，往往会低估持有这些房产的难度。城市居民容易低估的主要问题有5点：一是基础设施可能不尽人意；
比如可能要依赖水井和化粪池，水井可能水质不高，化粪池还需要定期清理与维护。再比如电力系统可能比较脆弱，遇到刮风下雨可能会停电，而且呢维护维修响应速度慢。第二是污染问题，有些乡村房产呢可能是农场用地，或者是曾经经营过小型轻工业，这样呢就可能存在污染问题。三是市政服务与便利设施问题，这样的房产一般都离学校、医院、紧急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的距离比较远，生活非常不方便。第四呢是排水问题，如果房屋在平坦地区，可能面临融雪或者是大雨的排水问题。第五是维护成本问题，相比城市房产，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更换屋顶、修理水电或者是其他房产维护成本呢都很高，花费的时间呢也更长。因为信息不对称，卖房者比买房者更了解他们的房产，在房产交易中，卖房者处于优势地位，尤其是对于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买家，这种信息不对称就更加严重了。如今疫情下的加拿大像是被围困的城堡，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购买乡村和远郊房产，一定要把可能面临的重重困难想清楚再出手。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